担心朋友过得太差，也不想他们过得太好，讨厌被别人双标，自己却也心存偏见，拥有之前强烈渴望，得到之后就索然无味，对外人总能共情，对亲人却尖酸刻薄，思想上踌躇满志，行动上混吃等死。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矛盾心理，却能够完美的共存于大部分人身上。被戳中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，让我知道我不是最矛盾的那个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5种心理。没有哪个人希望自己的朋友过得不好，这毕竟有感情成分在里面。就比如说我，如果身边的朋友需要帮助，我都会尽力做点什么。真要是一点忙都帮不上，心里还会产生一些愧疚。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。有句话是风送花香红满地，雨润春树碧连天，这是人性中的纯真和善良。但有时候人们心里确实会滋生一些不太好的念头，比如同学不及格，我会同情他，甚至会帮忙辅导功课；同学考了第1名，我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。再比如朋友身处低谷，生活拮据，我会让他住自己家，帮他减轻压力。朋友混得比自己好了，又多少会有些失落。而且很多时候咱们明明知道这些想法不妥，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陷入负面情绪中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社会心理学有个词叫社会比较，就是人们在定义自己的能力、智力这些特征的时候，会跟其他人做比较，得出一个合乎己意但可能有偏差的结论。比如我1个月挣1万，不好客观判断挣得多还是少，但朋友1个月挣5000，我就会觉得自己还不错。反过来，如果他1个月挣2万，我又会觉得自己不行，心生嫉妒。这里有2个有趣的现象，一个是我们进行社会比较的时候，往往倾向于上行社会比较，就是喜欢跟比自己强的人比。一个班的学生考80分的不愿意跟不及格的比，这样体现不了自己的能力，他们更愿意跟考90分的比。初衷可能是好的，为了鞭策自己，但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，就是鞋跑丢了也追不上人家，产生自卑嫉妒的情绪。第二个是比较对象都是自己身边的人，就像很多父母喜欢说，你看你二大爷家的孩子怎么样，身边的人跟自己关联性高才有可比性。他们绝对不会说，你看人马云怎么样，马云再有钱跟咱没有关系，所以也不会产生不公平感。除了被负面情绪绑架，比较多了还容易内耗，所以还是少做比较。真需要激发行动力，可以用具体目标代替比较对象，比如你要1个月挣2万，而不是你要挣的比谁多。自己考试考得好，是因为自己又聪慧又努力；考得不好，就是没睡好、没吃饱，客观因素干扰。同学考得好，肯定是作弊外加狗屎运；考得不好，没有任何借口，就是因为他笨。领导给自己加薪了，那是自己能力使然；领导客观公允又慧眼识珠。领导给同事张三升职了，那肯定是张三使了手段；领导没有原则又双标下属。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，大多不会用客观统一的标准，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，对自己有利标准就相对宽松，对自己无利标准就变得非常苛刻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人的认知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通过证据逻辑进行分析产生的分析型认知，得思考费脑子；另外一种是无意识的快速的直觉性认知。如果什么事儿都用分析型认知，理论上是好的，没有双标，没有偏见，但这样大脑受不了啊。咱们大脑每秒能处理的信息是50 bit 左右，而感觉系统每秒向大脑传递的信息多达1100万 bit。你看这不是难为他吗？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么用。我们每天的感知、记忆、判断之所以看起来毫不费力，是因为绝大部分信息被直觉性认知承包了。它很快，快到你意识不到，但它也有软肋、刻板、主观，偶尔还有些偏执。因为直觉性认知靠的是经验和记忆这些，它处理信息依据的不是合理性，而是对自己是否有利的倾向性。这样就好理解了。我们之所以讨厌别人双标，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对我们不利。领导给张三加薪没给我加，我就相对少了。那家伙的观点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就可能是错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判断别人是否双标和客观之前，就已经心存偏见了。二者表面矛盾，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。我有个朋友久经情场，但每次的爱情保质期都很短。追人家的时候，那是变着法的殷勤讨好，得到之后立马有恃无恐，从舔狗变海王。还有一些人喜欢买东西，消费能力永远跟不上消费欲望，买之前不管剁不剁手，东西一定得到手，买到之后就开始后悔，甚至有些都懒得拆开。你可以说他们朝三暮四，喜新厌旧，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种矛盾心理并不是他们的本意，而是大脑中几种神经递质决定的。拥有之前是多巴胺负责，这个东西就是个奇葩，虽然只有20万分之一的脑细胞可以释放，但物以稀为贵，几乎每个人都对它趋之若鹜，因为它能让人们产生快感。另外它还非常矫情，
必须在某种条件触发下才会释放。通俗说就是你得打赏他，他才会为你服务，所以也被誉为分子界的金卡戴珊。这个条件就是预期。你像新鲜的、美好的、未得到的人或事物，能让我们产生好奇心和期待感，也就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。漂亮女生可以，普通女生就不行。新款手机可以，你手里的手机就不行。多巴胺带来的快感，竟然让你产生想要拥有的欲望。不过在你得到之后，他就打完收工了，转而去寻求新刺激。你看，典型的渣男。他的工作交接给了内啡肽、血清素这些神经递质，可以统称为当下分子。跟多巴胺靠预期产生快感不同，他们给你带来的快乐来自于真实的感受。这个时候你会想，这个人或事物能不能符合预期，是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、需要的？这跟多巴胺是完全不同的信号通路和作用机制，所以得到前后的感觉也就完全不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得到之前预期都偏高，但得到之后回归现实，二者的落差很大，所以有时候不仅会索然无味，甚至还有些讨厌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以前我总是这样，朋友找我帮忙，我有求必应；父母让我教他们操作智能手机，1分钟不到我就不耐烦了；同事向我抱怨或者诉苦，我能说一大堆道理开导他；女朋友发2句牢骚，我立马来劲，针锋相对，毫不退让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在外人和亲人面前完全是矛盾的两面派。对待外人那是通情达理，人畜无害，但跟最亲近的家人在一起，就变成了挑剔、刻薄、暴躁的无赖。有句话是，了解一个人的情商，就看他对待家人的态度。所以很多人并不是情商高，而是把真实的情绪隐藏起来，在自认为合适的场合释放出来。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情绪劳动，就涉及到人际互动，人们管理自己情绪所付出的精力。比如面对客户、同事、朋友，你表现出来的情绪不一定是真实感受。甲方不停地让你改方案，你能骂脏话吗？领导批评，同事抢功，你能掀桌子吗？你为了顾全大局，照顾他人，碍于面子，得把真实的情绪感受隐藏起来，戴着一个叫做情绪表达的面具行事。二者相差越大，你付出的精力就越多，也就越容易累。但情绪感受只是隐藏起来了，并不是消失了，它有时候会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释放出来，也就造成了成年人的崩溃，往往就在一瞬间的结果。不过更多时候，它会在你认为安全的、不需要伪装的场合释放出来，这个场合就是家。因为只有家人可以给你更多的包容和忍耐，你也不用担心在你发泄完之后会失去这个避风港。这样一来，坏情绪留给家人也就顺理成章了。长期如此，这种行为变成了习惯，也就造成了对外客气、对内戾气的矛盾心理。其实情绪发泄有很多种方式，看个电影、睡个觉、找个朋友聊个天都可以，没必要非得转一个家人。要知道，他们能包容你多大的脾气，就代表他们爱你有多深。好像有点煽情了，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最后一种更像是矛盾的状态，就是大脑里什么都懂，要自律，要上进，也知道该做什么，该怎么做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总是在做相反的事情。这就造成了一些有趣的现象。本来打算在家看书，结果上午刷综艺，下午打游戏，一整天就这么充实的度过了。计划周末早起跑步，结果睁开眼就到午饭点了。既然晚了，干脆明日再议，然后明天继续复制今天。收藏了一些干货文章，就觉得自己学到了，结果他们只是在收藏夹里吃灰，有时候甚至都忘了收藏过它们。你看，这种状态就像心电图一样，间歇性走动，持续性躺平。很多时候我们也自认为努力了，但结果不会骗人啊。人家拿奖学金，我不挂科都费劲；人家6块腹肌，我多走2步都头晕。咱们上面提到认知型思维跟直觉型思维，骑象人和大象这本书里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，认知型思维就像骑象人，直觉性思维就是大象。骑象人很理智，会要求大象前进或者停止，但他力量跟大象没法比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大象愿意的时候才会听骑象人的话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。其他情况下，大象是怎么爽怎么来，骑象人要看书要健身，这些事儿不仅不爽还痛苦，他自然不愿意干。怎么才能让大象听话呢？咱们之前提到过行动力，这里分享几个小建议。1. 设定具体的目标，要变有钱，要找到女朋友这种目标对行动没有任何作用，只有可量化可拆解的目标才能产生意义感，才能激发行动力。2. 降低行动成本，长远的计划不仅偏差大，而且无形中也是一种压力。更好的办法是降低启动阻力，从1分钟可以完成的动作开始。健身每天就做3个俯卧撑，学英语每天就记2单词，没有压力，而且一旦开始你就不会立刻停止，超额完成的成就感也会强化行动力。3. 设置奖赏机制，不掉装备不涨等级，你肯定不愿意打游戏，奖赏是做事的动力来源。看完一本书奖励自己吃个大餐，跑完5公里奖励自己刷会手机，
这些奖赏带来的收获感会让你一直坚持下去。最后再啰嗦两句，其实聊这几种矛盾心理并不是评价好坏优劣，相反，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共性。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证明了一个观点，再牛的牛人也不可能保证绝对理性哪怕1个小时。那些牛人之所以牛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问题，而在于他们能够正确认识、理性对待自己的问题。